10种身边植物冷知识。一角骨兰，这个细细的藤蔓植物就是民间的不老长寿草，国外媒体称为它东方神草，美国叫它绿色金子，新加坡称它为百病克星。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南方人参角骨兰。它的藤蔓细弱缠绵，叶片像鸟的爪子一样张开，喜欢缠绕在其他植物身上生长。它是葫芦科角骨兰属的攀援草质藤本，在野外有5叶角骨兰，也有7叶的角骨兰。像5叶的角骨兰，它的性质会较温和一些，味道比较甘甜。而7叶角骨兰也叫7叶胆，它性大寒，口感也更苦。一般我们普通人当茶喝，那就用5叶。如果是治病，可能用7叶好一点。角骨兰味甘微苦，性凉，归脾、肺、肾经，核心功效益气健脾、化痰止渴、清热解毒。它主要用来调理脾胃气虚、体壮乏力、肺热痰稠、咳嗽气喘、心悸失眠等问题。在民间，老百姓用它来降血脂、降血压、护肝。角骨兰被誉为南方人参，但是它没有人参那么补，它的补是一种润无细无声、不急不躁，对病后体虚或者说我们现代人来说，它是一种慢养的良药。2灯笼草，大家看，这个叫灯笼草，它上面结满了好多小灯笼。它的学名叫苦枝，茄科酸浆属的植物。它的果实外面包裹着一层薄薄的纸灯笼，里面有一个果，成熟以后是可以吃的，味道酸酸甜甜，在南方田间路边比较常见，有的叫它天抛果、鬼灯笼。它也是一味民间的中草药，性寒清热解毒，主要用于感冒或者喉咙痛等一些情况。3白马银花，大家看，这个叫白马银花，它的花朵是白色的，有别于红马银花。它是杜鹃科杜鹃属的植物，也是杜鹃的一种。它的花瓣白色，偶尔有一点紫红色的斑点。开花的时节，花朵绽放满树，有一种活泼欢快的感觉，颜色看上去也有一种素雅，所以是一种优良的观赏杜鹃。在它的上方还有一只杜鹃，溪畔杜鹃。我们知道杜鹃是有非常多的种，有的开黄色花朵叫烙阳花，一般我们见到的那种叫映山红。4金樱子，这个植物曾经是乡间熬土糖的重要原料，它的果叫糖罐子，含糖量很高，长得像一个小罐。学名叫金樱子，是蔷薇科的植物，和玫瑰啊、月季啊同科同属，但和月季、玫瑰的优雅路线截然不同。它的枝条上散生着扁平的弯刺，倒着钩，带着刀，整根枝条仿佛生了锈的铁丝网。它是每年4、5月份开花，当满树的大白花绽放，真的是另一番光景。现在它结果了，果还是青色的，到了秋天，果成熟以后呈红棕色，它的果上面有很多毛刺。小时候摘它当零食，需要去掉毛刺，有时候摘了以后丢在地上，用脚这样踩几下，就把毛刺去掉了。咬开，把里面的籽去掉，放在嘴里嚼，甜甜的。金樱子也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，味酸甘涩，性平，归肾、膀胱、大肠经。它的看家本领就2个字：收涩。中医认为很多毛病源于固不住，比如说肾气固不住，就会导致遗精、滑精；膀胱固不住，
就会导致夜尿繁多，大肠固不住，就导致久泻久痢。因为金银子有固摄的本事，所以它可以固精涩肠缩尿。不过金银子虽好，有几类人并不适用。第一，体质属实火，湿肾壅滞者忌用。第二，孕妇及体质虚寒便溏者慎用。五茜草，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个植物叫茜草，它是茜草科茜草属的植物。像它是一种历史非常悠久的植物染料，早在汉朝的时候，王公贵族有的衣服就是用它染的，染出来的颜色是红色，叫茜红。古诗中也有诗的红茜草染就石榴唇的记载。像我们瑶山这边茜草有2种，一种就是这种小叶的，还有一种是大叶的，那个叶子有点像桃心。这个草它的特征是茎是4棱形，每一边都有浅的槽，并且这个茎上面有那个倒刺，摸上去是拉手的，有点像那个猪泱泱。猪泱泱的茎也是拉手的，因为猪泱泱和茜草都是茜草科的植物。茜草的话还有一个特征，它的叶子往往4片棱生，所以有的地方也叫它4棱草。我们把茜草的根挖出来，它是呈红色的，这边也叫它红丝线，一般用它来煲汤。六木芙蓉，朋友们，我身后这一片开着粉色花朵的植物叫墨芙蓉，也叫芙蓉花，它喜欢长在水边。古诗曰：水边无数墨芙蓉，露软胭脂色味浓。正似美人初醉者，强台清净玉妆慵。它的花不光漂亮可供欣赏，其实还有一些实用的价值。比如说古人会把它鲜花捣制成浆，软丝做帐，即有名的芙蓉帐。另外像唐代的雪涛铅也是用它染色的，具体就是泛花溪的水加墨芙蓉的皮，再加它的花，然后一起染的。另外它的花也是可以吃的，用来煮汤或者煲粥啊，比较嫩滑爽口，有一点像墨槿花。像墨槿花我们也叫它猪油花嘛吃起来口感有点类似。除了它花的这个价值之外，它的茎皮也富含丰富的纤维，可以用来供纺织用。七碧丽，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个植物叫碧丽，它是桑科榕属的植物，有3个有意思的地方。第一，它和无花果是近亲关系，并且这个碧丽也看不到它开花，它的花也是隐藏在果实里面。然后我们摘这个果实啊，也像无花果一样，它会流白色的浆汁，但是这个果子并不像无花果一样可以直接生吃。第二，它里面富含胶质，是做凉粉的天然材料。当然现在我们可能很难吃到用它做的凉粉，因为用它做凉粉工序比较复杂，现在可能用其他的一些替代了。第三，在广东这边它有一个霸气的名字叫王不留行，或者叫广东王不留行。在南方这边没有王不留行，就把它当王不留行使用。它的模样长得有点像馒头，所以有的地方也叫它木馒头。不知道你们那边土话叫它什么？八白贝叶，大家看这个植物叫白贝叶，大戟科野桐属植物，也叫白叶野桐。它的全身都是宝，叶子全年可采，根夏秋采集。它的种子可以榨油，供制作肥皂、润发油等。对我们人类来说，它是一种很好的药材，而对于一种昆虫来说，它是一种美食。这种昆虫就是臭屁虫界响当当的角盾鹑。大家看这个漂亮的小虫就是角盾鹑，它爬满了这个白贝叶，它的背上覆盖着彩色盾牌，像古罗马的角斗士一样威风。不过它并没有什么攻击力啊，它是吃素的，喜欢吸食野桐或油桐等一些植物的汁液。当它遇到螳螂等凶猛的肉食者啊，它会突然放出臭屁，把敌人熏得一愣一愣的，自己趁之逃之夭夭。九龙须藤，我面前开着白色花朵的这个植物叫龙须藤，在我们这边是一种很常见的植物，却有4个有意思的地方。
第一，它的藤上面长了很多对生的转须，有点像龙须，所以这也是它的名字的来历。第二，它的叶子长得也很有趣，顶端有一个像猪蹄印的缺口，或者长得有点像羊蹄，所以有的地方也叫它羊蹄藤。第三，它还有一个特别文雅的名字，叫梅花入骨丹，就是我们把它的根挖出来，切断之后，它的切口呈梅花的形状，加上它的墨汁比较坚硬，有的地方也把它做成那个手串它的花纹特别漂亮。第四，它也是秋季一种优良的蜜源植物，像现在这个季节，它开着很多白色的小花，我们可以看到有蜜蜂正在上面采蜜。纯正的龙须藤蜜，它是呈一种琥珀色，甜中带有一点苦味。关于这个植物，你们知道还有哪些独特的价值吗？石葫芦茶。朋友们，我手中的这个植物叫葫芦茶，它是豆科葫芦茶属的植物。为什么叫葫芦茶呢？因为它的叶子像一个倒挂的葫芦，一大一小。现在这个季节，它结着这个豆荚。在民间，葫芦茶有2个独到的价值。第一，可以摘它的叶子用来做茶。葫芦茶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可以用来做茶、泡茶喝的。岭南地区特别受欢迎。第二，它是一种天然的防腐剂。古时候的人在腌肉或者腌鱼的时候，会摘这个葫芦茶的叶子用来一起腌制，可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。所以有的地方也叫它咸鱼草，就是腌咸鱼石头用的。另外，它的叶子长得像那个剃刀柄，所以它也叫剃刀柄。